长白头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那50岁以后呀，很多人就会慢慢的长出了白头发。但是我们会发现呢，有些人50岁后头发上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长白头发和基因遗传有关。那除了遗传呢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。一、营养充足。50岁以后几乎不长白头发的人，说明平时营养充足。因为我们头发的生长是需要营养充足的，如果缺乏营养元素，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头发变白。2、心态好。如果经常压力过大，情绪紧张，很容易影响人的气血，这样头发呢就容易变白。但50岁后如果没有白头发，说明心态好，平时自我调节的也非常好。3、喜欢运动。每天坚持运动的人，血液循环和身体新陈代谢呀都会比较好，再加上充足的休息，这样头发黑色素分泌正常，那么白头发也不会过早出现。所以如果不想长白头发，平时要多注意营养均衡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常吃黑色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黑芝麻、黑桑葚等，对改善白发也有一定的帮助。是我们身上重要的器官，我们走路都会用到。但是有的人经常会感觉自己的膝盖疼痛，膝盖硬，一下蹲就咔咔作响，这可能是膝盖不好了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帮助保护膝盖。首先，自然站立在墙边，一只手扶着墙壁，然后抬起左腿向前甩动，甩的时候脚尖要向上翘起来，然后呢再向后甩动，这样反复甩100下。再换右腿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甩动呢100下。膝盖不好的可以每天坚持做这个动作，这样甩腿能够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强化膝关节，有预防下肢肌肉萎缩、保护双腿的作用。这个动作也很适合中老年人常做哦，长期坚持让你人老腿不老。有些人腿脚不好和气血不通也有关系，除了呢要多运动外，也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茶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气血畅通了，腿脚也好了。头发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那么对于洗完头发后是应该吹干还是自然干呢？到底哪个才好呢？那首先啊，我们说用电吹风吹干。很多人喜欢用电吹风吹干头发，但是如果电吹风温度过高，这样很容易给头发造成伤害，使头发干枯分叉，甚至脱发。而自然干的话，我们的头发呢是湿的，这时头发的血液循环也减慢，如果不赶快弄干的话，很容易着凉，引起头痛或者是感冒。而且呢，总湿着头发也容易使人脱发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建议大家洗完头后，可以先用毛巾吸一下头发的水分，然后用电吹风调到不是很热的温度，距离头发远一点，然后再吹头发。还有呢，大家呀不要总对着一个地方吹，把头发吹到8分干的时候，再用冷风吹一遍，这样方法会更健康一些。那很多人呀，白发脱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，所以平时呢要勤于锻炼，还可以多吃一些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蒲公英根等，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。大家洗澡的时候肯定都有搓澡的习惯，而搓澡时身上会搓下一些泥，那你知道这些泥是什么吗？其实这些泥主要是油脂、皮屑、衣服纤维、汗以及灰尘。大家搓澡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太频繁或者是太用力，不然呢会损伤皮肤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除了这个，冬天洗澡还要牢记2件事。第一个，不要洗澡太久。冬天天气冷，通常浴室的门窗都是关着的，如果洗澡太久，很容易导致缺氧，出现浑身无力、头晕的情况，所以大约洗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第二个，要擦干身体。很多人啊，洗完澡喜欢让身体自然干，因为冬天呢比较冷，这样很容易让寒气和湿气入侵身体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洗完澡要擦干身体才行哦。如果呀体内有湿气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薏米茶和陈皮水，有助去。红薯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，不管烤着吃还是蒸着吃都非常的好吃。那不仅如此，经常吃红薯还有很多好处呢。第一，美容养颜。
红薯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、粘液蛋白，有保养皮肤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红薯能够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。第二，帮助减肥，因为红薯中含有膳食纤维，并且有很强的饱腹感，所以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，可以用红薯代替一部分主食，能够帮助瘦身。第三，缓解便秘，红薯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润肠通便，所以经常吃能帮助改善便秘。经常便秘的人还可以喝点苦荞茶，也有缓解便秘的作用。虽然呢吃红薯好处多，但有2个禁忌你要知道。第一个，有胃部疾病的人不能吃，因为红薯含有的膳食纤维和糖类比较多，若是肠胃不好的经常吃，很容易引起反酸、烧心的情况，使病情加重。第二个，不能空腹吃，那红薯呢也不适合空腹吃，因为红薯含有很高的糖，空腹吃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对肠胃健康。看电视剧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修仙之人喜欢打坐，不仅如此，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喜欢打坐养生。那如果每天坚持打坐20分钟，身体会得到哪些好处呢？好处一，气血畅通。当我们打坐的时候，能让上半身的血液流通，畅通气血，促进身体新陈代谢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。好处二，改善睡眠。没事的时候坐下去打坐一会儿，闭上眼睛，放松身心，这样能够缓解疲劳，让心情变得更加平静，这样也能帮助改善睡眠，预防失眠出现。经常失眠的朋友还可以常用桂圆红枣茶泡水喝，也能提升睡眠质量。好处三，提升气质。因为打坐的时候要腰背保持挺直，这样对弯腰驼背的朋友来说是有很大改善作用的，所以长期坚持也能够帮助提升气质。不过要提醒的是，如果有静脉曲张的朋友，建议呢不要打坐了。朋友平时锻炼身体都喜欢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，或者是平板支撑，尤其是俯卧撑，坚持练习能帮助提高身体素质。那你知道一天做多少才算合格吗？其实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素质来决定。如果身体素质好的年轻人，如果能够达到30到40个左右，那么就说明身体还算不错。对于身体比较弱的人，那么就要相对的减少了。如果是经常锻炼的，也可能会达到50个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若能够达到30个以上就算合格了，达到40个以上才能算得上优秀哦。不过呢，不建议老年人做俯卧撑，可以做一些轻缓的运动，还有做俯卧撑的姿势要标准，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。如果想要提高免疫力，让身体更好呢，还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，注意饮食合理，或者呢喝点菊花茶、蜂蜜、柠檬水，这样能够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。生姜相信家家户户都有，生姜不只是简单的调味品，生姜对身体也大有好处。生姜中含有姜辣素，经常吃有祛湿散寒、保护肠胃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那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如果在3伏天前用生姜搭配贻物泡水喝，或能够帮你赶走身体的小病小痛哦。可以和红枣搭配，红枣呢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红枣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称，具有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的功效。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呢很多人喜欢喝凉饮料，吃凉的东西，或者呢开空调，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体内湿气重，阳气流失。那这时就可以喝一杯姜枣茶，能帮助健脾养胃、生阳散寒、去除湿寒，一直坚持喝到3伏天，能够帮你扫除体内的病气，让身体更健康哦。那大家呢要注意的是，生姜最好不要去掉外面的皮，这样不容易上火。还有喝姜枣茶的时间最好是上午，这样效果呢会更好。老年人都有高血脂的困扰，大家知道一旦血脂高，就要多控制饮食，少吃胆固醇高的食物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桑叶泡水喝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功效。夏天桑叶随处可见，在大家眼里，虽然桑叶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其实桑叶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。桑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和桑叶多糖等成分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含量，不仅可以帮助降低血脂，还有很好的疏通血管、软化血管的作用。所以经常用桑叶泡水喝，能够帮助预防和改善高血脂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
血脂高的人平时还要多注意加强体育锻炼，避免吃油腻食物。可以呢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这样对稳定血脂有帮助。但是体内湿气容易加重的时候，同时也是祛湿的好时机。很多人体内湿气重是因为脾虚，所以想要祛湿，首先要健脾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踮脚尖儿，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稍微分开，然后踮起我们的脚后跟，坚持一会儿，脚跟再快速落下，可以睡觉前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够刺激腿后面的承山穴，拉伸脾经和膀胱经，有非常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，并且还能够缓解疲劳，对改善睡眠也有一定的帮助。体内湿气重的人，食疗方法也非常的重要，可以经常吃一些祛湿的食物，比如红豆薏米、山药、燕麦等等，还有少吃生冷的食物，最好每天坚持运动，这样能够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，让身体更加轻松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，拜拜。